各位线上线下的各位家人，主内平安，欢迎来到利未教会。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之前，要求你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敞开你的心，请说敞开我的心。无论你做基督徒多久了，无论你知道多少属灵知识，经历多少神的大能，有多么成功，总是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还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总之还有很多。因此邀请你要敞开你的心。第二，要预备渴慕的心，请说渴慕。神说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渴慕的人会使你得到饱足，渴慕会使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有所得着。今天你要预备一个渴慕的心。神说渴慕的人会得到饱足。跟你旁边说，你要预备渴慕的心。人的人生当中有2个主要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我们称为自然的领域，属世的，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自然界，是一个受时间、空间和物质定律的领域，也是动物、植物一切自然界存在的领域。想要接触这个领域，只要我们透过身体的感官就可以触摸它。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你可以闻到它的味道，你用身体可以触摸到这个所在的领域，叫做自然的领域。第二个领域我们称为属灵的领域，是属灵的，是灵界的，是超越自然界的，是一个超越自然的定律，超越空间，是属灵的，它是永久性的，是看不见的，位于时间之前，也是在自然界以先，并且主导着自然的领域。属灵的领域也是神第一个所创造的世界，也是神第一个所创造的领域。神创造的第一个领域叫做属灵的领域，请说属灵领域。这是神他所创造的第一个属灵的。所以在属灵的世界里有什么呢？第一个是有神，神自己在那里掌权作王。第二个，在那里有天使，千千万万个众天使，天君在那里敬拜神，服侍神，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第三个，有堕落的天使路西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撒旦，也叫做魔鬼。路西弗是神宝座的旁边的天使长，他也是带领敬拜的领袖，是一位至高荣美的天使长，却因骄傲与悖逆而从其位堕落。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记着，这位天使他曾经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极的水手，我要升到云端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因着骄傲，因着悖逆，从其位堕落。魔鬼背叛了神，因此呢就被处罚到，甚至打入到离开了属灵的领域。如果你明白圣经，就知道魔鬼的名字叫做撒旦，请说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意思，悖逆神的意思。他们叛离了上帝，离开了神的宝座。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当这个堕落的天使他离开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带了1/3的天使离开了属灵的世界，离开了属灵的领域。但是接着神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物质的领域，请说自然界。所以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第2个领域，但是呢，物质的世界、自然的领域是从属灵的领域，是从属灵的灵界而出。所以哥林多前书的4章8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久的，是永远的。希伯来书的10章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圣经说所看见的都是从不可看见的领域来的，所以物质界是从灵界出来的。请说物质界是从灵界出来的。因此属灵的领域会关乎、影响、决定我们物质界的生活。这就是在自然领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在世界上有那么多苦难？
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战争？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天灾人祸、地震、瘟疫？为什么人会死亡？为什么我们人生当中会充满这么多的坎坷？我们要回到那个根本的源自，是在属灵的领域。请再一次宣告属灵的领域。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属灵的征战。请说属灵的征战。我可以躺着赢。跟你旁边说属灵的征战，你可以躺着赢，表明什么？你一定会赢，你一定会赢。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你只是执行这场胜利的战役而已，并不是说你要去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可以躺着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的6章10节、11节、12节。以弗所书的6章1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注意第10节说，圣经说，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代表并不是只有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宣教士才会遇到属灵的征战，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经历属灵的征战。因此第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特定的人，而是每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神的儿女都会经历属灵的征战。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参与魔鬼与撒旦直接个人的1对1的直接的征战，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会经历属灵的征战。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灵界是真实存在的。属灵的征战不是在物质界发生，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而是说在灵界里面会有一个征战。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当但以理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了21天，感觉神没有反应，神都没有听，好像神都没有听见一样。神差遣天使向但以理显现，天使向但以理显现说的第一句话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接着神说：但以理不要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你的言语以蒙纪念，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13节，但波斯的魔精阻拦我21世。你发现一件事情，天使说，从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听见他的祷告，但因着波斯的魔精阻拦他。换一句话，但以理的祷告在背后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你的祷告神没有听见，不是你的疾病没有医治，是因为在属灵的灵界当中有拦阻，属灵的灵界当中有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属灵征战它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关于属灵的征战，在教会当中有2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属灵的领域信仰纯粹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哲学、生命的品格，是一种信仰的理念，心灵的依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灵界的事，对灵界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概念，完全是无知的，没有认识的，甚至是拒绝的。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把所有不顺利的事情都把它归类成属灵征战。今天你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呀，属灵征战了。骑车的时候车突然没气了，属灵征战了。冬天不穿衣服冻感冒了，属灵征战了。开车塞车了，属灵征战了。上班迟到了，属灵征战了。一边走一边玩手机，砰，撞到了广告牌，头撞了一个包，哎呀，属灵征战了。一边玩手机一边骑车，结果掉沟里了，哎呀，属灵征战了。把什么都做成属灵征战，把过多的责任都归给魔鬼。魔鬼说我好冤啊。还有一些基督徒呢，增强了魔鬼的能力和形象。请说增强魔鬼的能力和形象。家里有什么龙凤被单，用剪刀剪掉。铁观音、龙井茶从来不敢喝，龙庆茶凡是带龙字的都不敢动。
去建设银行办了一张卡，给了你是龙卡，因为上面有龙不敢用。人民币50块的坚决不要，因为50块的背后有中国最大的偶像布达拉宫。如果你坐公交车遇到和尚遇到尼姑，你就在那里祷告啊，真真啊，因为你有碰见谁这个拜偶像的。所以你从庙门口经过的时候，你马上就毛骨悚然，耶稣的大魔鬼，你感觉鬼就住在那里。所以呢，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呢，你就会天天在那里宣告破除砍断啊，宝血洁净，每天在那破除砍断宝血洁净，你就会活在一个叫捆绑里，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你就没有耶稣真正的自由，你是在增强魔鬼的能力和形象。圣经说，在我们里面呢，比这一切都大。耶稣的救恩，耶稣的保护是全备的，耶稣是有能力的，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攻击可以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不要惧怕，你是有耶稣的保护的，不是靠着外在这些事情可以影响到你的，因为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外在，而是在所有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谁来的？都是从神来的。不要去追求外在的捆绑在你的身上，要追求里面比那个更大的，才使你得自由。难道耶稣不比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更大吗？难道耶稣不比魔鬼更大吗？如果你跟耶稣同在，你住在耶稣里，圣灵也在你里面，你还怕魔鬼吗？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鬼见愁啊，不是你见到鬼你愁啊，是鬼见到你鬼愁啊，因为你里面有谁啊？有耶稣，所以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一切都大。甚至保罗教导一件事情，有人相信祭偶像之物没关系，奉耶稣名祷告决定也一样可以吃。有人说从偶像拿来的东西是不可以吃。保罗说了一件，万物所有的都是谁的？都是神的。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去吃。表明一件什么事情？在你的里面比这所有一切都大，因为万物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魔鬼从谁来的？从神创造的，也是从神来的，但是他背叛了神。所以今天你属神的情况下，你会比这一切都大，请说阿们。所以今天基督的教会里有2个极端，一个就是不相信有魔鬼，不相信有属灵的征战，不相信魔鬼会攻击你。事实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他是真实存在，他会攻击教会，他也会攻击你的事工，也会攻击你，也会攻击人的身体健康，甚至攻击你的家庭。有时候你明显感觉有一些不对劲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不是肉眼层次可以看到的，很多的时候那是在属灵背后魔鬼的攻击。第二种，另一种极端，尤其是一些极端灵恩的教会，会夸大魔鬼的作为，什么都是鬼，感冒了要赶鬼，爱哭了要赶鬼，不平安了要赶鬼。这种神学性理念是来自韩国的一个牧师金启东，他是专门赶鬼的。反正只要你有事，反正只要你不顺利就是鬼，只要不顺利就是鬼。他在天使论上是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他延伸了一些很奇怪的神学教导，就是天天在那里破除砍断咒诅魔鬼，每天祷告就是破除砍断咒诅魔鬼，破除砍断咒诅魔鬼。甚至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当你爷爷死的时候，他会变成鬼来找你，所以你要破除砍断宝血洁净去赶鬼。其实呢，这个神学这个观念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错谬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人死了之后，要么去天堂乐园，要么去地狱阴间等候审判，只有这个2个地方可以去，要么去哪里？要么去。不但如此，去了天堂，去了地狱，不可能再留在自然界的，他只能死了，他就去了，他不会来的。因为圣经说，在我们中间有深渊限定啊，你从那边到这边来是不可以的，从这边到那边也是不可以的。信耶稣的去那边，不信耶稣的去那边，中间是有深渊限定的。在路加福音
大概16章讲到有一个财主，每天穿着紫色的衣服，细麻布，天天奢华宴乐。有一个讨换的叫做拉撒路，这分身长疮。结果呢，有一天拉撒路也死了，大财主也死了。结果呢，财主死了之后丢在地狱的火里面，然后呢，拉撒路就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时候这个财主就在那呼喊说：“我主亚伯拉罕呐，求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尖，因为我在这火里极其痛苦。”然后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什么？不但如此，并且在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人死了就去到天堂乐园，要么人死了就去到阴间地狱，不可能存在自然界，不可能在这里走来走去的，不可能留在物质界当中。所以你听说世人也会想想有鬼啊，其实那些灵异的东西是堕落的天使，是魔鬼。有人说我看到狐狸精了，我看到狗精了，我看见猪精了，我看见我太奶奶了，我看到我爷爷跟我显现了，我看到我奶奶我大姑跟我显现了。其实那都是邪灵，它以人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实际上它是灵。请说它是灵。因为你太奶奶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它不会留在这个地方。是邪灵，就是魔鬼借着这个动物的形象，这些事情来向你彰显。所以鬼可以附在物件上，可以做一些灵异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以弗所书6章12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12节说，这场征战原文叫做摔跤。什么叫摔跤？在征战当中只有一个胜，要么你被摔倒，要么对方被摔倒，只有一个，要么你得胜，要么你失败，只有一个选择。没有说我们打和，叫着较力，这是一种征战。所以属灵征战有2个结果，一个被摔倒，要么鬼被摔倒。这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对抗属灵的4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叫做执政的，第2个领域叫做掌权的，第3个领域叫管辖着幽暗世界的，第4个叫做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魔鬼他的首领叫做撒旦，撒旦是首领，但是魔鬼也分很多的鬼，其中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魔鬼也是非常有组织的，有级别的，有次序的，也是分阶级层次的，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平时所称的魔鬼，我们都称为它叫撒旦。其实不同的鬼会做不同的事，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领管。这个花桥有花桥的鬼在管，上海有上海的鬼在管。那有专门给人疾病的鬼，也专门有给人灾难的鬼，也专门有做不同事的鬼。不同领域会有不同领域的在管。中国有个中国的军，这个美国有个美国的军，这个俄罗斯有个俄罗斯的军，所以不同区域都有一个不同的鬼在那里掌管，它是有级别的，有组织，有架构，有管理的。就说阿们。好了，有圣经印证，但以理书10章13节说，但波斯的魔精阻拦我21天，是哪里的鬼？波斯人。所以你们要去赶鬼也要办护照，只能赶中国的。所以你要跟神征战，中国的鬼去征战。所以鬼它也是有级别的，有区域性的。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它是真实的，属灵征战也确实存在，并且所有的信息都将会经历属灵的征战。好了，我们都知道2021年的时候，富士康我们中国最大的生产的一个工厂，就是做苹果手机发生了13个人跳楼的事件，很多人都听过这件事情。2021年的时候，有深圳媒体报道，富士康员工发生了跳楼事件，富士康这个老板郭台铭就亲自请高僧来作法，这个令人非常关注。有消息称，董事长郭台铭请他的副总裁何有成请来五台山的高僧来作法，祈求使公司可以平静下来。结果有3位
五台山的高僧抵达深圳。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深圳受很多媒体的关注。你发现一件事情啊，原来一些企业家、一些企业的家族，他们都会供养一群大法师，供应一群所谓的大师，因为他们知道要在灵里面去解决问题，要在灵里面去找能力，要在灵里面去找保护，要在灵里面去找富贵。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是由灵界而来，也是受灵界所管，受灵界所影响，所以我们灵界会决定我们物质界，影响我们物质界的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是，传道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圣经说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使徒行传第6章第4说，但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为什么？传道人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那里好好的祷告。请说属灵的征战。为谁征战？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征战啊！如果你是组长，你要为你小组好好祷告，你要为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去征战，不要觉得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如果你是区长，你要为你那个区来祷告；如果你是区牧，你要为你那个牧区来祷告；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我要为我整个教会来祷告。你的家人就会在那个遮盖、那个保护、在那个属灵的祝福中间。请说阿们。这是有属灵的征战的。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专一祈祷？这是一个征战，要成为小家的遮盖。所以我们要清楚，利未教会为什么要求弟兄姐妹要聚会、要读经、要祷告、要参加小组、要跑垒包？这是要帮助你的灵啊，一直是永流的，这样才能使你属灵征战当中你是得胜的，你可以躺着赢的。所以属灵征战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属灵征战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黑暗的权势是真实的存在的，并且是每一个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经历到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将会与撒旦魔鬼直接的征战当中，但是耶稣已经得胜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依靠耶稣去征战的人都会得胜。让你去领受圣灵能力在你的里面，在里面要有一个信心宣告：我有圣灵，我有耶稣，我一定会征战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你不用惧怕。请说阿们。第二个，属灵征战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灵界，而是背后的魔鬼。因为以弗所书6章20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并不是与自然界去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撒旦的国是看不见的，属灵的国是非常有组织的、有集权的、中央制度的。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人，也不是那个物件。我们征战的对象从来都不是人，而是那些空中属灵的恶魔，这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任何的物件、任何的人都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任何的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道士不是我们的敌人，和尚也不是我们敌人，他们的灵魂耶稣一样爱。请说阿们。你也听过很多的道士、很多的尼姑、很多的和尚、很多拜偶像的，后来也信耶稣了，耶稣也爱他，只是他被邪灵、被偶像所迷惑、所欺骗。所以我们要爱那个人，但是我们要对付他背后的邪灵，那个魔鬼。所以那个背后的邪灵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牧师，他分享他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最早现在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去非洲宣教，去传福音。你知道在非洲那个地方，因为贫穷跟落后，有很多人都会拜邪灵、拜假神，也是邪灵假神最多的区域。基本上是每一个非洲的部落，他们都会有一个巫师。因此呢，发生邪灵的工作常常会有很多。有一些宣教士晚上住在部落当中，早上醒来的时候却是在几十里开外的地方。所以灵界发生超自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一群宣教士，他们就来到了西非。当他们刚刚进入到一个叫做巫毒教的范围内，他们的大巫师就召集了所有的巫师集会。他们就在非洲的莫桑比克
那个地方咒诅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这个杀鸡、敲锣打鼓，然后呢丢簸箕杆咒诅他们在那大声。这些宣教士呢刚去的时候呢，看到这个阵仗非常害怕，于是呢他们就所有人聚起来，就在那里敬拜，用方言祷告，用方言敬拜，大声的祷告。结果呢两边就形成了都在比声音大，哇啦哇啦，他这边哇啦哇啦哇啦，他这边哇啦哇啦哇啦，他这边哇啦哇啦，都在比声音，像打仗了，就两边准备要开干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呢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很有恩膏，这个时候他 no，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些巫师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他背后的邪灵才是。现在我们不要比声音大，不要比声音大，要用神的爱的能力，神是最大的，要用爱的能力，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冲过去，抱住他，然后亲他，对他说耶稣爱你。结果呢这些宣教士就脱下小褂脱上去，就搂住他，然后亲他，耶稣爱你呀，耶稣爱你呀。结果这些巫师们因为他们是通灵的人，他们跟他们所交通的那个邪灵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一刹那所有的巫师都吓得想要跑因为他们第一次感到他们的法力失效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没有能力了，所以没有办法想跑，但是呢没跑掉的就被抓住了。有的人就当下跪下来说我要信耶稣。为什么？我感觉你的神太厉害了，因为你的神一出现了，所有的都不行了，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他们就向他传了福音。所以他在这次征战当中，他们的跨胜，那些控告巫师背后的黑暗势力，他们用的方式是神爱的能力。请说阿们。如果你把这些巫师当作敌人，对他们对抗，对他们是对立，对他们是仇恨的，你永远胜不过他，因为你在里面恨一个人，你在里面有不饶恕，你就没有办法去得胜，而是用神的力量去爱他。请说阿们。所以神的儿女的焦点不应该在恶者的身上，而是在耶稣的身上。你不要放大魔鬼的作为，虽然邪灵也是很有能力，但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是有所知有所不知，有所能有所不能，因此他用谎言来欺骗你，他要制造一些东西来欺逢你。算命的有时候算得非常准，对吧？有时候也能算得准。你发现所有的算命的要想算得准，他都会要么是瞎子，要么是瘸子。为什么？因为他要跟邪灵做交换，他要跟邪灵做交换，他的家里面一定会供一个小鬼在那里，他要么叫他的眼睛像一个，要么叫他腿像一个，然后在家里要供一个鬼，所以他的算才会很准。要么有很多这个巫婆他也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这个你觉得他也会仗着邪灵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听说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或者一些异教徒，甚至一些非基督徒灵异的人，他们也会有神迹，也有一些能力彰显，也有一些预卜先知的能力。你不要觉得稀奇，其实那是邪灵的作为。除了圣灵还有邪灵，除了天使还有堕落的魔鬼，你不要觉得什么奇怪，你也不要放大魔鬼的作为。有人认为魔鬼是无所不能的，魔鬼是很有能力的，什么时候任何事情都能做事情，魔鬼太可怕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就很害怕魔鬼我又被攻击了，我又被搅扰了，我又被魔鬼这个了，我又被魔鬼那个了，我又发生这个事情，鬼的工作。魔鬼的攻击是确实真实的，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来搅扰你，来影响你，除非你给他留下一个破口，你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留了破口，他才会来影响你，才会攻击你。而你要能认识到他的诡计，识破他的计谋。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魔鬼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魔鬼是被造的。魔鬼他不知道耶稣是透过十字架完成救恩，阿们吗？透过十字架救恩战胜魔鬼，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魔鬼以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就完了，其实魔鬼根本不知道那是神智慧的安排。如果魔鬼知道耶稣是透过十字架完成救恩，魔鬼一定好好来伺候他，来照顾他，让他平平安安，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魔鬼不知道，请说这是神的智慧。所以魔鬼是有所知有所不知。当耶稣做成救恩，钉在十字架，说成了，通天的路已经打开了，人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了，回到天父面前。魔鬼说完了，因为他不知道，完了，他失败了。终于耶稣干成了，因为他不知道耶稣的智慧。有很多人会强调魔鬼的能力，魔鬼的作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去，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弄，什么都是鬼的捆绑。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到仇敌的谎言当中，甚至魔鬼比住在我们里面的更大，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一切更大。请说阿们。好了，有位台湾牧师带着大陆的一些牧者去一个原始的大山里面去旅行，去看风景。当他们走到大山的深处的时候，结果发现大山的深处有9个庙，也有9个神坛，有很多人在那里上香，在那里拜偶像。当他们走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牧者说：牧师啊，这里的魔鬼能力很强大，这里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哎呦，我头好晕。然后另外一个牧师说：那不是在我们里面比这更大吗？我们怎么会怕他呢？然后这个牧师说：走，我们继续往前走。结果他们就走过，正经过一个最大的一个庙宇，这个庙宇呢大概有300到500年的历史了。这位牧师说：那我们就走进去。然后你知道吗？当其他牧者走进去的时候，在干嘛？祷告、征战。然后这个牧师说：不，我们现在先不用祷告，我们先不要祷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唱诗歌敬拜神。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地方已经好久没有人来敬拜耶稣基督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敬拜，说这个地方好久没有来敬拜耶稣了。当他们在这敬拜的时候，敬拜了一会，唱了诗歌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刚是烧完香，然后拿完签从这里路过的时候，那个牧师就眼睛看着他，他也看着他。牧师就告诉他：你是做与电脑有关的工作吧？那个人说：对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做的是跟电脑设计图案有关的。对呀。你怎么知道的？然后牧师说：因为上帝爱你啊，神让我进来找你。你愿意让耶稣爱你吗？如果你愿意让我为你祷告，然后就为他祷告，向他传了福音，最后鼓励他回去之后不要再拜偶像了，回去以后去找教会。请说阿们。当他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牧师紧接着告诉所有的牧者说：你们知道吗？在所有的宗教场所里面充满了人，他们是灵里面最渴望的人，他们是灵里寻求需要被满足的人，他们的灵里面是最需要的人，所以他们在各个宗教场所里面。请说阿们。可是呢，为什么没有人去找他们呢？因为基督徒太看重自身的安全胜过拯救他们的灵魂。那刻所有的牧者被这句话震动了心门。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可能忽略到很多东西，那在我们里面呢，比这世界更大。而我们不应该只在乎我们想要被保护的，而胜过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使命，对他们的负担。请说阿们。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去夸大魔鬼的作为，不应该去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会有魔鬼来攻击你。亲爱的各位家人，当你有耶稣，当你有圣灵，你就有保护，你就有保护。如果魔鬼要来攻击你，要来搅扰你，他要去上帝那里先打个申请，先批个章，签个字，盖完章他才能来干活。请说阿们。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魔鬼要去攻击约伯的时候，他先要到谁的面前？先去神的面前去问一问，可不可以呀？天父说你只可以怎么样他，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啊。于是就来了。第二次干完了之后，人都是以皮代皮，什么又讲一些理由。如果说怎么样，他必当面离开他
说你可以攻击他，但是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所以第一次拿走他的财物，第二次拿走他的身体，你发现一次一次，每一次都经过上帝的审批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有天父来保护你，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一个仇敌的搅扰不会落到你的身上，除非你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留下属灵的破口，仇敌才会借着那个破口来搅扰你，来攻击你。对你们现在不要犯罪。第三个，属灵的征战不是环境，而是环境后的谎言。属灵的征战不是环境的本身，而是环境后的谎言。环境或者那个事件后的思维，那个思想。哥林多后书的10章4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请说心意夺回，使他们都能顺服基督。所以属灵的战场在哪里？在你的思维。所以属灵的征战，战场在环境后的思维，就是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了，有圣灵住在我里面，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被黑暗的权势所影响。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他们合法的空间可以来影响我们。那他影响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思想跟思维的里面。当你今天来教会有服事，你就发现一定会有属灵征战。有时候夫妻吵架有时候呢发生交通事故，有时候呢路上就塞车，心情一下低落。只要你在教会有一些服事，要做一些属灵的事情，做在神喜悦的事情，属灵的征战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要么你突然你出门的时候要为神做工的时候，你感觉到家人就不平安，要么孩子就生病，要么这个就出事，那个就出事。魔鬼就是要阻拦你，攻击你，不能完成神的工作。可是你要知道哪一个部分才是魔鬼的攻击，哪一个部分才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其实不是交通事故的本身，不是那个事件，也不是那个环境，乃是那个事情之后它怎么样来影响了你的思维，影响了你的思想，影响了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关系，对神的信靠，那个才是属灵的征战。你会说，神啊，今天我去服侍你啊，为什么你会允许交通事故发生？为什么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会遭受这个环境发生？你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我已经跟随你了，也在教会服侍，我也奉献了时间，也奉献了金钱，我也奉献了很多，把我的全人都奉献了，我也很爱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交通事故，会发生这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你发现真正的属灵征战，我们真正面对最大的战役不是那个事件的本身，而是那个事件之后仇敌给了你什么样的思想，给了你什么样的思维，那个才是你征战开始的时候。你会因着仇敌给你那个思维，那个思想辗转反侧，难以适应，纠结徘徊，不知道怎么生活，你过得非常的愁苦，非常的伤痛，那才是征战。甚至你会说，仇敌会跟你说，你不是说神爱你吗？如果神爱你，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你不是说神是大能的神吗？全能的神吗？神是行神迹的神吗？如果神是行神迹的神，怎么神还不医治你？魔鬼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拆毁父神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以及我们开始专注里面的苦毒的思维，甚至苦毒的情绪，开始对神产生怀疑，怀疑神是否是真实的。很多负面的思维和具象的想法在我们里面开始升华，直到开始生出不饶恕。当有不饶恕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这才是真正属灵战场的地方。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属灵的战场，这个征战就会影响你的思维，以及影响你对神的认识。因此你这个时候需要2件事情，第一个需要祷告，请说祷告。第二个请说需要神的话，因为圣经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
心中，免得我得罪你。原文说，当我将神的话藏在我心中，是救我脱离那恶者，救离那恶者给我的思维。请说阿们。你发现真正那个事件并不可怕，事件并不可怕，而是事件后抽屉给你对神的怀疑，你信仰上的怀疑，那个才是可怕的。雅各书说，所以以温柔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的灵魂。灵魂和原文的意思，就没有灵就是你的坟，就是你的思想意念情感，你需要神的话来拯救你。所以这个属灵征战不是说你要不要进去，是我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这个战场当中，在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已经在其中了。那时候你只是被捆绑，被辖制，被黑暗的权势所掌握。但你信主之后，是你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已经离开了那个恶，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进入到一个新的依靠。因为你现在有神，你也有神的话，你也有圣灵，你依靠神的灵就可以战胜魔鬼一切的思维跟思想。圣经说，当你有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你的心意就开始归向基督，开始顺服基督，开始继续与神发生美好的关系。神祝福的管道，神医治的管道，神供应你的管道继续被打开，继续会流淌在你的身上。请说阿们。所以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信靠的关系，你就可以领受神的能力，攻破魔鬼给你一切的计谋。最后，属灵的征战战场是在环境后给你的罪疚感，这也是仇敌攻击你的一个破口。很多基督徒在地上犯罪之后向神悔改了，可是呢，仇敌继续干，你还服侍呢，你还唱诗歌了，你还干这件事情呢，你还去探访了，你昨天刚说谎，你昨天刚骂人，你昨天刚干完这个事情。你说我已经向神悔改了，你悔改了你也不配，你悔改了你也不行。请说仇敌的控告，在启示录来告诉我们，这是仇敌的控告，也是一个罪疚感。当你真实的向神悔改的时候，圣经说，你们从前在过患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一切的过患，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基督徒在地上会有过患，但是每一次患过患，我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神说，每次悔改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只要我们无法确定我是否已经100%得到赦免，我心中还有某一种罪疚感存在，撒旦就会透过这个来攻击你。撒旦最厉害的攻击武器就是你的罪疚感来控告你。在整场属灵的生活过程当中，就是透过谎言来欺骗。如果有人问你，你真的确定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吗？你的罪真的已经赦免了吗？如你告诉大概我只有99.9%。如果你没有达到100%已经得赦免，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只要还留一点点的罪疚感，仇敌还会记住这个罪疚感来攻击你，来搅你。你相信耶稣的宝血有功效的，只要你向他悔改认罪，他一次赦免，永远赦免。一次认罪，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就会讨神的喜悦，神一定会爱你。阿们。不要为了你的罪疚感一直在神的面前。只有宗教人士，只有他们感觉自己有罪疚感的感觉的时候，他觉得这才是合乎宗教。所以哥罗西书2章15节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是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原文的意思叫做缴械。神已经将魔鬼的武器缴了械。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武器是从神那里来，神已经将这个武器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并且魔鬼的武器已经被神剥夺，所以他再来到人的面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武器，最后一件事情叫做欺骗。跟你旁边说一次，欺骗。所以最后魔鬼只能用一件事情，就是来欺骗你，欺骗你，欺骗你。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在这个家庭当中，
一对夫妻，他有2个孩子，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弟弟。有一天呢，这兄弟俩在家里玩耍，不小心呢把家里的花瓶打碎了。打碎之后呢，弟弟就非常的害怕。哥哥呢见状，就对弟弟说：“你完了，妈妈回来一定会把你的腿打断，你完了，问题很严重。但是呢，如果你以后听我的，我就不告诉妈妈。知道了没有？”那个弟弟被吓了，我知道了。结果第2天呢，妈妈就从菜市场、从超市买来了许多的水果呀、糖果呀、玩具，按着兄弟俩1人1份分给他，然后妈妈就去上班了。这个哥哥说：“把你的都给我。”弟弟说：“你不是有吗？把你的给我，不然我告诉妈妈，你打破了花瓶，你的腿要打断。”哇，这个弟弟呢就心不甘情不愿，好吧，给你。每一次呢，妈妈给的福利，妈妈给的礼物，妈妈给的零食，都是因着这个，给我不给我，告诉妈妈腿打断。妈妈安排说：“哎，今天我要上班了，你们兄弟俩在家把家里的卫生清理啊。”接着呢，哥哥呢就在那吃着零食，翘着二郎腿，你去扫，地扫干净一点，把卫生间冲理干净，把碗洗一洗，你去洗，你不洗，我告诉妈妈你腿打断。哇，这个小朋友弟弟呢就每一天说担心腿打断。有一天呢真的忍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活着快没意思，天天被哥哥压，什么福利都享受不了。于是他跟妈妈说，大不了被妈妈腿打断。于是他跟妈妈说，妈妈，我前几天我把花瓶打碎了，我做错了。结果妈妈把他搂过来，没事的，碎了就碎了嘛，你比花瓶更贵重啊，妈妈好爱你的，没事的。哇，这个弟弟的心一下就释放了，哇，开心了，哇，自由了，我可以吃我自己零食，玩我自己的玩具了。以后哥哥叫腿打断，骗人的，妈妈根本不会腿打断。亲爱的各位家人，仇敌现在所用的工具就是这一个，在欺骗你。当你每次犯错的时候，腿打断，上帝要刑罚你，你是上帝刑罚的，你上帝咒诅你了，你是被上帝咒诅的。仇敌在欺骗你。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因为你有救恩。我们的天父透过耶稣是非常非常爱你，甚至耶稣也说，我爱你们就比爱你们到底，是永远不离弃的。他爱你不是2-3天，他爱你不是一阵子，爱你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一直爱你，因着这个关系，你是他的孩子呀，你是他所爱的对象的，他永远都不会抛弃你。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他就是说谎人的父。圣经说，你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他从起初杀人，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因为他说谎是从里面的，他本来就是谎言，所以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在世上说鬼点的多，做的就是谁啊？说的就是他。他鬼点的很多，因为他很会说谎。亲爱的各位家人，主耶稣把撒旦的武器已经剥夺了，主耶稣把撒旦用来攻击我们的罪疚感的武器已经剥夺了，魔鬼就不能再欺骗你了。只要撒旦仍能让我们产生罪疚感，我们就仍在他的能力的掌控之下，他依然会对我们有影响。如果我们因着耶稣，我们相信神已经赦免，神来保护我们，不相信仇敌的谎言，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圣经说，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完全胜过撒旦，打败撒旦，一次打败，永远打败。撒旦不是将来被打败，而是已经被打败。因此你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战胜魔鬼，而是执行这场战争的胜利。你来和耶稣一起去，我来是要打扫战场的，因为耶稣已经得胜。邀请各位家人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
亲爱的各位家人，在此时邀请你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属灵的征战。你是否有关注在灵界的征战，还是我们只关注在物质界外战？透过今天的信息，神要在灵界里面来祝福你。当你灵界是得胜、是刚强的、是强壮的、是有力的，你在物质界当中就会领受神的祝福，因为物质界是从灵界来的。你在神的面前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各位家人，再次来邀请你要有一个祷告。属灵的对象征战，人永远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人永远不是你的仇敌，人永远是你爱的对象，那个背后的邪灵才是你征战的对象。今天你开始调转你的焦点，调转你的思维，你原谅所有那些伤害你的人，是你在祷告当中咒诅的人，他们不是你征战的对象，背后的邪灵才是。在这个时候，你开始回到神的面前，你说我在我生活当中有许多地方接受了撒旦给的谎言，每次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的思维都在那里怀疑神你是否是真实的，怀疑神你是否是爱我的，怀疑我们的天父你是否真的如此的恩待我的。那是仇敌给的谎言，那是征战的战场。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在你每次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从今天开始，你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你要靠着耶稣要得胜这一切。你要开始过属灵的生活，每天用祷告回到父的面前，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维，坚定的一件事情，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任何征战当中，天父都会与我同在。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进入到这场战场当中，因为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此时，我愿意将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的献给你。从此之后，你要赐福于我们，使我的一生当中要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活出你荣耀的呼召，活出你荣耀的样子，让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欺骗，听魔鬼的谎言，被魔鬼的控告所掌控。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在基督里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从此之后，我会有美好的人生，卓越的人生，荣耀的人生。愿你在此时亲自祝福赐福给每位家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